每次听到凶杀案，他都会下意识地冲进储物间，拉开柜门，取出鞋子，直到确认鞋底干干净净，这才长舒一口气。但男人紧张的表现，在女儿看来却有些大惊小怪。几十万人的城市里，想要遇到凶手哪有这么简单？可是傻孩子呀，你根本想不到，就连爸爸自己也是个连环杀人犯。第一次杀人那年，老薛还是个不满9岁的孩子，由于受不了长期家暴，他亲手杀了醉酒的父亲。男孩本以为这辈子算是完了，没想到提心吊胆的过了好几天，却始终没人发现。于是从那以后，他便化身为扫黑除恶的清道夫，不论是打骂妻女的人渣，还是拐卖孩童的败类，只要他认为有罪，通通埋进土里。可就在17年前的某天，当他最后一次杀人抛尸之后，却突然发生了意外。在那场事故中，老薛不仅摔得遍体鳞伤，就连脑子也出了问题。经过检查发现，他不知何时竟患上了老年痴呆。由于无法控制发病时间，老薛不得不停下了杀人的脚步。时间一晃就是17年，男人似乎已经习惯了没有杀戮的日子。然而这天的一起车祸却彻底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。刚一下车，老薛就发现对方的后备箱正不断地向外滴血，这让他瞬间联想到最近新闻里报道的连环杀人案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他悄悄取了一点血样。而刚做完这一切，前车司机就像幽灵一般出现在眼前。괜찮으세요? 아, 이거 노루예요. 전 괜찮으니까 어르신 괜찮으시면 그냥 가시죠. 男人反常的举动更加印证了老薛的猜测，他以担心事后产生纠纷为由，要求对方交换名片，但秀贤似乎并不想过多纠缠。他接下名片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随后便直接扬长而去。看着对方逐渐消失在大雾之中，老薛的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答案。他用录音机做好记录，并给秀贤打上了杀人犯的标签。回家之后，老薛立即对偷来的血液进行了化验，结果果然跟他想的一样，那根本就不是鹿血，而是人血。按理说两人没有过节，老薛不该多管闲事，但问题就在于他也是一名连环杀人犯，一旦对方的事情闹大了，很有可能会牵扯出自己的陈年旧账。因此为了自保，老薛当晚就拨打了举报电话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对方明面上的身份竟然是个警察。当他第二天上午意外接到秀贤的回访电话时，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方言语背后的那股嘲笑。眼看着警方不作为，老薛立马决定转变思路，他再次来到事故现场，把自己带入杀人犯的角色。如果让我来处理尸体，首先不能太远，其次位置必须要隐蔽，而周围符合条件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盘崖水库。有了方向之后，老薛连夜展开了调查，果然在芦苇深处发现了死者的遗体。第二天一早，新闻上就报道了这起案件，而媒体自然也将矛头指向了最近频繁作案的杀人犯。秀贤知道尸体这么快被发现，肯定是老薛在背后搞的鬼，于是他决定用实际行动做出一些反击。当天下班之后，他就找到了老薛的宠物医院，好巧不巧，竟然在门口遇到了对方的女儿。看着女孩一脸娇羞的模样，一个邪恶的计划突然从秀贤的心底迸发而出。与此同时，老薛还在为解决对方做着不懈的努力。他把派出所所长约到家里，并请他帮忙调查秀贤的汽车。由于老薛经常在发病时走丢，属于警局的常客，所以安所长只是随口问了2句，就直接答应下来。在等待消息的同时，老薛每天都要被迫参加女儿帮他报的兴趣班。这里除了有一个傻子老师之外，他最受不了的还有一个像狗皮膏药一样的女同学。要不是生病的缘故，他早就把金姐给埋了。可就在老薛琢磨着该如何摆脱对方的时候，却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。他连忙下车，拉开女儿挽着的男人，接着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“이 사람 누구냐? 아니 아빠, 그게 사실은 안녕하세요. 민태주라고 합니다. 저 은희 씨 남자친구입니다. 어머 그러면 따님이세요? 아 너무 예쁘다. 对方明明很眼熟，但老薛却怎么都想不起来，最后只能不情不愿地被金姐推上了车。很明显，他的病情似乎正处于一个快速恶化的阶段，不仅是刚刚的秀贤，就连身旁的金姐也被他当成陌生人，直接赶下了车。回家路上，老薛将秀贤的信息全都录了下来。想到自己那该死的老年痴呆，他真心觉得女儿能交个警察男友其实也挺好的。然而刚一到家，他却碰到一件奇怪的事。路过的安所长带来了老薛之前要的车主资料，可听到秀贤这个名字，他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劲。直到打开录音机的那一刻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女儿刚交的男朋友不就是自己认定的那名连环杀人犯吗？想到这里，老薛突然意识到女儿现在非常危险，他赶紧打去电话问她现在在哪儿。可热恋中的少女根本不知道父亲的担忧，只是仓促回了句电影院，就急忙挂断了电话。得到地址以后，老薛火速赶到现场，可就在他即将找到两人的时候，却突然犯了病。他完全忘了来这里的目的，自顾自地看起了电影。直到电影散场，他再次想起来的时候，女儿早已不知去了哪里。他跑去警局想要报案，可工作人员根本就没工夫搭理他。就在此时，老薛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原来女儿已经到家了。当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去，
确认了对方安全之后，一直悬着的心这才终于放了下来。他把恩熙拉进屋里，接着告诉他，其实秀贤就是那个连环杀人犯。没想到女儿不仅早已从男友口中听说了父亲举报她的经过，并且他接下来的话更是让老薛直接愣在当场。 그날 사고 난 날 아빠 대숲에 다녀온 거 맞지? 대숲에 다녀온 거면 신발에 진흙이 묻을 리가 없는데 아빠 신발에 묻은 진흙을 닦아내면서 老薛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，自己亲手养大的女儿竟然怀疑他杀了人，但他不怨对方，因为恩熙肯定是受到了秀贤的蛊惑。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麻烦，老薛终于使出了杀手锏，他将之前偷来的血样交给安所长，只要化验出这是死者的血液，就能证明秀贤凶手的身份。老安虽然不信，但见对方说的有理有据，也只好答应下来。在等待秀贤落网的这几天，老薛加大了对女儿的保护力度，他绝不能留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。恩熙自然不理解父亲的苦衷，而老薛也没打算解释。 他让女儿给他1周时间，到时便不再阻止两人来往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回家后老薛就把女儿锁进了屋里。恩熙和秀贤的进展给了他极大的压力，他决定不再等待警方的调查，而是亲自出手干掉对方。当天夜里，老薛就来到秀贤家对面蹲点，等对方入睡之后，就是他动手的最佳时机。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，他竟在此刻突然不自觉地抽搐起来。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他很快就会再次陷入失忆。果然，老薛的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，他也又一次忘记了面前的男人。秀贤告诉他，自己和恩熙准备结婚了。老薛闻言很是高兴，他对面前的准女婿也非常满意，只不过有个困惑，他总感觉两人不是第一次见面。秀贤说他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并且老薛也早就同意了这门婚事。但正是这句话，让男人瞬间找回了丢失的记忆。他假装回屋拿点东西，实际上心里却在盘算应该如何弄死对方。可当他好不容易做好准备，却被突然出现的女儿意外打断，于是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秀贤从自己手里捡回了一条小命。等到对方走后，老薛突然发现女儿的脖子上竟然多了几条血痕，他立马将恩熙拉回家，并质问他，明明说好了1周不见，为什么还要把秀贤带回家？ 아빠가 이런 거야. 태주 씨가 아니라 아빠가 내 목 조른 거라고. 그리고 일주일 벌써 지났잖아. 태주 씨도 아빠가 데려오라고 한 거고. 女儿的回答顿时让父亲僵在原地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丢掉了上周的记忆。等到晚上见到老安，他更是从对方口中得知，宋简的血样真的只是鹿血而已。老薛彻底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就像女儿说的那样，我才是那个杀人犯吗？现实与虚幻紧紧纠缠在一起，令本就找不到真相的老薛倍感痛苦。恰在此时，前来探望的姐姐在柴房里发现了他，女人将弟弟揽进怀里，并安慰他不必担心记忆衰退的问题，上帝一定会保佑他的。当天夜里，老薛做了个噩梦，他梦见去世的父亲正在看他的杀人日记，父亲的眼神中写满了嘲讽，似乎在说儿子啊，要论杀人，爸爸确实比不过你。从梦中惊醒，老薛突然感觉有些不适，他拉开被子，竟发现双手被捆在了一起，而那名该死的杀人犯更是堂而皇之地坐在跟前。他一边修改老薛的日记，一边嘲笑对方的无能。原来手帕上的人血早就被秀贤替换成了鹿血，而老薛心中的秘密也被他看了个干干净净。秀贤很是好奇，既然老薛这么讨厌金姐，为什么不干掉他呢？于是他用老薛的手机拨通电话，让他把女人骗出来，自己再帮他解决对方。但老薛根本就不领情，他问秀贤究竟想干什么，没想到对方的目的竟是将自己的罪名全部栽赃到他身上。随着秀贤一针刺出，老薛也应声倒在了床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缓缓从昏迷中清醒过来，他连忙摸了摸脖子，这才意识到之前的一切不过是场梦境。可即便只是个梦，却足以让老薛后怕不已。他当即打包好女儿的行李，接着叫了辆出租，让他跟着姑妈去修道院住几天。老薛知道自己已经没时间了，在彻底失忆之前，必须要赶紧杀了秀贤。当天夜里，他一路尾随跟着秀贤，竟发现对方从郊外的一处废弃房子里搬走了什么东西。等到秀贤离开之后，老薛立马闯进房间仔细查看，果然在冰箱里找到一台裹着塑料袋的摄像机，而里面记录的内容赫然就是对方绑架金姐的证据。他把证物交给老安，并告诉他，其实之前检测的血样也被秀贤做了手脚，他用鹿血偷偷调换了人血。就在此时，一辆警车忽然开了过来，来人正是被同事叫来的秀贤。老薛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听到老安问他周五在哪。原来警方调查了金姐的电话记录，发现两人在凌晨有过通话。老薛立马意识到，这都是秀贤为了陷害自己故意设下的陷阱，于是当场就要跟对方拼命。怎料秀贤话锋一转，突然问起了恩熙，因为他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对方了。老薛本不打算透露女儿的行踪，但老安却告诉他，如果不说的话，那他就有作案的嫌疑，自己只能把他抓回警局了。无奈之下，老薛便将女儿和姑姑住进修道院的事情讲了出来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件事竟遭到秀贤当场反驳。 고마웠어요. 제가 은희 씨한테 들었습니다. 전화해보시죠. 그 순영
老薛自然要证明自己。他坐上汽车，拿起手机，但奇怪的是，无论他怎么搜索，愣是找不到姐姐的电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又是秀贤设下的陷阱？为了确保女儿的安全，老薛一脚油门冲了出去。很快，他就来到了姐姐居住的修道院。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如遭雷击。本该是一片祥和的修道院，不知何时竟变成了残垣断壁。这一刻，丢失的记忆忽然如潮水般涌入了老薛的脑海。原来早在10岁那年，姐姐就因为受不了父亲的毒打，选择了悬梁自尽。而不论是那个狗皮膏药般的女人，还是从小带大的女儿，应该都是死于老薛自己手下。他甚至再次见到了17年前最后一次杀人的场景。那天飘着鹅毛大雪，老薛将妻子堵在竹林，他先解决了隔壁老王，随后又掐死了背叛自己的女人。车祸之后，他回到家里，本想亲手杀了2人的孽种，但或许是女孩命不该绝，关键时刻，老薛竟突然感到钻心般的头痛。而等到痛感消失，他也将妻子的背叛忘得干干净净。与此同时，在秀贤的推波助澜下，警方对老薛埋尸的那片竹林展开了地毯式搜索。没过多少时间，他们就找到了金姐的尸体。更巧的是，化验科也在此时传来消息，那台老薛提供的摄像机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，现在铁证如山。秀贤提议立即实施抓捕，虽然心里五味杂陈，但老安也不得不下达了逮捕的命令。而老薛这边其实已经打算自尽了，他认为是自己潜意识里对妻子的怨恨驱使着他杀了女儿。临死之前，他打开恩熙送他的录音机，想要再听一次女儿的声音，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小小的举动竟彻底推翻了之前所有的猜测。 당신이 리액션 보고 놀이기로 바꿔줘놨으니 다행이지. 아무튼 김명수 씨자 국상 메시가 되신 분은 原来那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梦，秀贤真的是连环杀人犯。可女儿到底去哪了呢？还没等他想通，2名警察就找上了门。他们以涉嫌故意杀人的名义准备逮捕老薛。然而刚刚找到真相，老薛又怎么会束手就擒？凭借杀手的本能，他很快就解决了2人，抄起录音机，再随手夺过一把真理，他直接冲出了家门。但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那天早上是女儿一个人上的车，那他到底会去哪里呢？老薛开始努力回忆当天的经过。当时他叫了一辆出租车，还特意记下了对方的车牌。可那个号码到底是多少来着？208588。他终于想起来了，但同时记起来的还有司机那张熟悉的脸。那天来的根本就不是出租车，而是那个连环杀人犯秀贤。老薛亲手将女儿推上了车，把她留在一个杀人犯的身边。想到这里，他急忙给老安打去电话，随后立马按下录音机的播放按钮。 이제까지 몰랐다고 뒤집었으면 병신아! 하루 이틀老安毕竟有着多年的办案经验，很快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他假装是在和老婆通话，丝毫没有引起对方的怀疑。秀贤说要回警局一趟，在跟老安打过招呼后，便直接开车离开了现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那段录音的影响下，老安已经对他产生了浓浓的怀疑。他远远跟在秀贤身后，同时也在实时传递着自己的位置，一直跟到一处偏僻的树林。他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目的地。透过窗帘间的缝隙，老安看到屋里坐着的果然是失踪多日的恩熙。就在此时，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老安连忙接通电话，随后立马躲进一旁的柴房。他让老薛快点赶过来，并告诉他恩熙暂时没什么危险。然而下一秒，危险就落到了他的头上。秀贤让老薛赶紧掉头，否则一共2人的户口本今天恐怕就得销户了。可话音刚落，他就听到身后传来了恩熙的声音。此刻不仅是女孩慌了，老父亲更是像急了热锅上的蚂蚁，他只能踩死油门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。好在秀贤并不着急动手，他似乎是想等老薛来了之后，再将2人一起做掉。反派在这种时候一般很喜欢讲自己悲惨的童年，秀贤自然也不例外。他之所以选择年轻女性作案，其实是因为他的母亲小时候妈妈不知犯了什么错，爸爸便要将她扒光衣服赶出家门。为了保护母亲，秀贤拿起刀就打算跟父亲拼命，怎料刚要动手，却被一个电熨斗砸中了脑袋。而偷袭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拼死捍卫的母亲。故事还没讲完，秀贤却突然发现，原本躺在地上的猎物已经不见了。不过他一点也不着急，因为在这荒郊野岭，就算放了恩熙，他也根本跑不出去。环顾四周之后，秀贤将目标锁定在自己的车上。他现在非常期待，一会打开车门，对方会是什么表情。与此同时，匆匆赶来的老薛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，他瞄准那辆白车，直挺挺地撞了过去。尘埃散去，他从车上缓缓爬了下来，不去理会倒在一旁的秀贤，而是径直打开了别墅的房门。老薛找遍了整栋房子，却只发现一条女儿的围巾。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，一阵微风突然将窗帘吹起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老薛明明看到了恩熙，却根本没有出手救人的意思。没错，关键时刻他又犯病了。而祸不单行的是，
此时秀贤刚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看着老薛那一脸迷茫的表情，他当场就气笑了。既然对方已经失去了威胁，秀贤便打算玩个游戏，他让老薛帮忙找找恩熙藏在哪里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对方竟真的指出了女孩的位置。秀贤开心极了，为了奖励老薛，他决定给他一个最痛快的死法。看着父亲逐渐失神的双眼，恩熙拼命想要蹭掉嘴上的胶带，凭着一股韧劲儿，他终于成功了。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，终于唤醒了老薛的记忆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之前顺来的真理，抬手就是一炮。遗憾的是，弹夹里只装了一颗空包弹。不过他也趁机摆脱了对方的控制。接下来，两人理所当然的扭打在一起。虽然老薛拥有更丰富的杀人经验，但毕竟年事已高，很快就被秀贤压在身下。而此时恩熙恰好解开了束缚，他抄起一个摆件，猛地砸向秀贤，随后不等他继续动作，就被对方一把摔了出去，彻底失去了抵抗。眼看玩的差不多了，秀贤便想着早点结束这场闹剧，没想到关键时刻竟突然遭到背后偷袭。老薛抓住机会，直接骑在秀贤身上，任凭锋利的玻璃刺穿肋骨，仍死死掐着他的脖子不肯松手，直到秀贤因为窒息再也无力挣扎，老薛这才拔出肋间的酒瓶，狠狠地刺向对方。此时恩熙终于清醒过来，但眼前的父亲却让他感到无比陌生。望着屋里的一地狼藉，他终于问出了心底的疑惑。父亲的话彻底打破了恩熙心中最后一丝侥幸，他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杀人，更想不通两人之间怎么会没有血缘关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薛突然发现，原本躺在一旁的秀贤竟然诡异的不见了踪影。他颤颤巍巍的走出大门，最终也没有任何发现。半小时后，警方终于赶到现场，他们逮捕了浑身是血的嫌犯，抬走了遇害的安所长，但唯独没有找到秀贤的身影。看守所的病房里，老薛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了检察官。按照他的说法，最近的几起凶杀案都是秀贤做的。检察官对此不置可否。现在唯一知道真相的老安已经死了，而那台能够作为证据的录音机也随着秀贤一起失踪了，这未免有些太巧了。但由于没有掌握老薛作案的直接证据，从他女儿口中也问不出任何线索，检察官只好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失踪的秀贤身上。临走之前，他把关于老薛的资料交给民警，并吩咐他不要忘记放进卷宗。民警出于好奇，便从中抽出对方的脑部 CT， 他想看看老年痴呆到底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。怎料一眼望去，竟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。2个月后，警方仍然没有找到秀贤的踪迹。由于证据不足，他们不得不将老薛无罪释放。刚走出隧道时，男人还是一脸茫然，但只是片刻功夫，他又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。老薛瞧了瞧那双常年反穿的鞋子，随后竟当场将他们换了回来。没错，他再次找回了丢失的记忆。原来从始至终都只有老薛一个连环杀人犯，被追尾的是他，掐死金姐的自然也是他。那天他在柴房里勒死了想要劝他自首的安所长，随后又冲进屋里活活掐死了秀贤。对方童年的悲惨故事其实全都是老薛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而警方之所以一直找不到秀贤，那是因为他早就被老薛沉进了湖里。其实检察官很清楚凶手是谁，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证据。 치매 걸리면 기억하고 싶은 것만 기억한다고 기억하고 싶은 기억들만 퍼즐처럼 조합해가지고 네 기억을 믿지 마라. 好电影百看不厌，我是亨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